当喀秋莎的炮火撕裂柏林的夜空，没有人知道这场战役会吞噬多少生命，只知道这是终结纳粹暴政的最后一战，要么胜利，要么毁灭。1945年4月16日，二战欧洲战场的终局之战正式爆发。苏军集结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、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等精锐力量，总兵力达250万，配备6000辆坦克、4万门火炮及7500架作战飞机，组成的钢铁洪流从东南两面夹击柏林。此时的纳粹德国已是强弩之末，西线盟军突破莱茵河防线，兵锋直指伊贝河，与苏军形成东西合围之势。而希特勒仍深陷狂热幻想，拒绝任何投降提议，下令将柏林打造成永不陷落的堡垒，甚至强征15岁以上、60岁以下的平民编入人民冲锋队。这些临时拼凑的兵力缺乏系统训练，大多只配备老旧步枪或反坦克手榴弹，却被驱赶到前线充当炮灰。仅头一周就有近10万人伤亡，成为纳粹独裁的牺牲品。困守柏林的德军总兵力约80万人，配备1500辆坦克、1万门火炮和3300架飞机。核心战力多为党卫军残部与疲惫的国防军，他们构建的3道防御圈极具针对性，外层依托奥德和尼斯河的天然屏障，挖掘5米深的反坦克壕沟，铺设近100万枚地雷，甚至将河流闸门打开，淹没低洼地带形成水障。中层以柏林郊区的村镇为节点，将农舍厂房改造成防御支点，屋顶架设机枪阵地，墙角布满炸药包。内层则利用柏林市区的密集建筑，形成纵横交错的巷战网络。德军还炸毁了所有跨河桥梁，在街道设置混凝土路障与铁丝网，甚至将地铁隧道改为弹药库和避难所，妄图以全民皆兵的死战姿态负隅顽抗。4月16日凌晨5时，苏军的总攻在140多部探照灯的强光照射下骤然打响，上千门喀秋莎火箭炮同时齐射，炮弹如红色暴雨般倾泻而下。30分钟内50万发炮弹将德军前沿阵地反复离钢，地面被炸得沟壑纵横，焦土温度足以引燃衣物。但德军在泽洛夫高地的抵抗远超预期，这片柏林门户地势陡峭，德军部署了3个师的兵力与大量暗堡，暗堡顶部覆盖厚达1米的混凝土，苏军的炮火难以摧毁。苏军首次冲锋便遭遇重创，坦克被反坦克炮逐一击中，步兵在开阔地带暴露在火力下，第一天伤亡就达3万余人。周可夫元帅紧急调整战术，放弃正面强攻，转而调集坦克集团军从侧翼迂回，同时命令轰炸机群对高地实施持续8小时的饱和轰炸。工兵部队在夜间匍匐前进，用炸药包炸毁暗堡出入口。经过4天4夜的血腥拉锯，终于在4月20日攻克泽洛夫高地，打开了通往柏林市区的咽喉要道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此时西线盟军与苏军的战略配合已进入关键阶段。艾森豪威尔深知柏林战役的惨烈，为避免盟军付出巨大伤亡，决定让苏军承担主攻任务，盟军则向慕尼黑、维也纳方向推进，切断德军残余力量的增援通道。这种战略分工既体现了反法西斯同盟的协同作战，也为战后欧洲格局埋下了伏笔。而柏林城内，希特勒的独裁统治已濒临崩溃，他在总理府地下室中仍沉迷于虚假的战报，拒绝撤离，甚至下令处决叛国者。直到4月30日，在苏军逼近总理府的枪声中，希特勒与妻子艾娃·布劳恩自杀身亡，遗体被下属焚烧，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。进入市区后，巷战的惨烈程度刷新了战争史记录。德军采用老鼠战战术，士兵化整为零潜伏在断壁残垣中，用铁拳反坦克火箭筒近距离伏击苏军 T-34坦克。这种单兵武器虽简陋，却能在50米内击穿坦克装甲。苏军每天都有上百辆坦克被摧毁。德军还组织自杀式突击队，由党卫军狂热分子组成，怀揣炸药包冲向敌军集群，造成苏军不小伤亡。苏军则以火焰喷射器加工兵加步兵的组合战术应对，工兵用爆破筒炸开房屋墙体，火焰喷射器肃清地下室残底，步兵逐屋搜索。每一栋楼房的争夺都要经过数小时的激战。国会大厦的攻坚战尤为惨烈，德军党卫军诺德兰师凭借复杂的内部结构顽强死守，楼梯间堆满沙袋，房间里布满机枪火力点。苏军士兵需要踩着战友的遗体逐层推进，墙壁上的弹孔密集到能连成一片。1945年5月1日，苏军士兵叶格罗夫和坎塔里亚将一面红旗插上国会大厦穹顶，这一画面成为二战欧洲战场胜利的标志性瞬间。而此时大厦内仍有德军在负隅顽抗，直到次日才完全肃清。战役期间，柏林平民的命运同样悲惨，数十万市民躲进地铁隧道、地下室等临时避难所，隧道内拥挤不堪，缺乏食物和饮用水，卫生条件极差，痢疾、霍乱等传染病蔓延。
许多平民在炮火中丧生，还有人被卷入巷战，成为双方交火的牺牲品。苏军进城后，虽尽力维持秩序，但部分士兵因复仇情绪出现的过激行为，让柏林市民陷入恐慌。直到5月2日后，苏军成立临时管理机构，发放救济粮，抢修水电设施，柏林才逐渐恢复基本秩序。整个战役期间，苏德双方累计伤亡超200万人，其中苏军伤亡130余万人，德军伤亡及被俘70余万人。柏林市区沦为一片废墟，80%的建筑被摧毁，街道上遍布坦克残骸与遗体，施普雷河被鲜血染成暗红，数十万平民在战火中丧生或流离失所。1945年5月2日，柏林城防司令为德林将军走出指挥部，向苏军签署无条件投降书。5月8日，纳粹德国正式签署投降协议，二战欧洲战场宣告终结。